OK， 现在不只有 iPhone 13，还有 iPhone 14的消息，而且是从一个消息非常准确的郭明錤分析师口中讲出来的。好 ，iPhone 的刘海终于要移除了吗？这次消息的来源非常准确，而且是郭明錤分析师他亲自讲出来的。Jon Prosser 也很快的拍了一支影片，大致解释一下这些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是怎么样。那当然有那么大的消息，我也要去问问看我的消息来源。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郭明錤讲了什么 ，Jon Prosser 讲了什么，还有我这边所得到的消息来源也说了什么。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那这个很大的消息就讲到刘海要移除了。那我们先讲一下刘海本身存在的意义，它其实就是为了 Face ID 嘛。因为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前置镜头的话，那其实苹果早就可以像其他厂商一样，就在荧幕上面打一个孔，让前置镜头可以照到你，这样就好了。可是 Face ID 整个模组里面，除了当然前置镜头，还有另外2个模组是非常必要性的存在，所以这也造成苹果为什么不是单纯的可以直接在荧幕上打一个孔就解决 Face ID 的这个问题。那苹果本身对 Face ID 认证也是非常有信心，他们投资了非常多资源在这个技术上面，他们也真的很确信这个是一个新一代更安全的认证方式，所以我觉得短期看到苹果移除 Face ID 可能性真的不大。那就算到现在 iPhone 13的消息传出来，我们知道指纹解锁回归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都还没有任何情报显示 Face ID 会因为这样而移除。那像我上次流出来这个萤幕背板的照片里面，我们虽然看到 Face ID 的位置有点改变啊，它上面打孔位置不太一样，可是其实它上面的开孔都显示出来 Face ID 还是一样会存在。开孔的部分它是主要圆孔的部分只有2个，其中一个就是前置镜头，另外一个就是 IR 相机，这2个孔的位置是向中间移了。如果说是保持这个前置镜头跟这个 IR 镜头都还是一定要存在嘛，就代表 Face ID 还是会存在。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这2个孔都同时向右移一点的话，代表这个刘海的位置可能会改变。OK， 那这次郭明錤到底讲了什么？那苹果移除刘海的方式到底是在荧幕上面打孔呢，还是就把所有 Face ID 的模组藏在荧幕下面？其实他讲了2个都有，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先前有讨论过这个爆料来源的不一样性啊。如果以 Jon Prosser， 我们就把它归为这一大类，就是从苹果内部或是开发者端传出来的消息。那郭明錤跟 Russ Young 这个，他们就是从供应链那边传出来的消息。那这2个准确度其实都很高，只在时间性上会有不太一样。像 Jon Prosser， 你就要等到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才会有准确的消息出来。那郭明錤的话，他可能早在2年、3年前就会传出一些将来会出来的产品，只是时间性上面就会有点不一样。那其实 Jon Prosser 自己对郭明錤的消息来源跟他的消息准确度也是不敢质疑，只是在时间性上就不是每一次都非常的准确啦。OK， 那郭明錤的说法是说，明年的 iPhone 会先移除刘海，可是它还是会保留开孔在上面，就是说它是用打孔的方式去移除刘海。那虽然它这边没有讲清楚说是以怎么样开孔的方式啊，可是如果 Face ID 还是保留的情况下，那至少也要开2到3个孔。那既然要做这样的改变的话，那我们上次看到那个萤幕背板的照片，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模组的移动就是为了做这样的改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2个主要开孔的地方都有点置中，像先前的话是有点像右偏移这种方式。那它还有说到整个刘海还有开孔的移除，至少要等到2023年。郭分析师的准确度是非常高，尤其在新产品啊，还有新功能的这些设计变动上面。可是毕竟都还是预测未来啦，所以在这之间，我觉得在苹果测试这些组件还有量产的产能啊，还有它的稳定度之后，可能还会做了不少调整。所以如果讲到2年、3年后这些组件会怎么改变的话，我觉得时间点上还是不能抓得非常准确。可是我们必须说，如果他得到这类的消息，就可以代表说苹果目前真的有跟供应链端在做这样的测试。OK， 那我这边听到的消息怎么说呢？在下一代的 iPhone 硬体里面，他们跟我说他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全萤幕的设计，就是说他们本身手上有拿到的这些硬体测试组件上面都还没有看到这些变动。那可是在软体开发端的人有说，他们有看过为了全萤幕的界面所做的一些规范。那先前有刘海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在设计这些界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规范，就是什么地方要不能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放在那边啊，更重要的是一些操控相关的功能不能放在刘海那个范围，因为根本碰不到，它也没有触控功能在那边。那像他们显示说，在目前内部的文件有看到全萤幕的界面，他们说其实在去年就有看到关于这个相关的规范，就已经看到苹果为了全萤幕这个界面将来以后要怎么跟动、怎
什么设计，他们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资料跟规范出来了。可是这个目前都还是只是在文件上面而已啦。因为如果像郭明錤讲那样，会先以打孔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慢慢的演化的话，那我觉得有打孔的时候，就算那个部分能显示什么，你也不太可能放什么重要的资讯在那个开孔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规范下，可能这个萤幕整体界面设计还不用做一个很大的更动。OK， 那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大致上就这样。倒是在 MagSafe 上面有听到不同的来源都有提到，他们内部目前在测试对 MagSafe 的改进。那充电功率是一个原本就在进行中的哦，他们就是慢慢规划，要让它的充电功率慢慢增加。那这个部分也非常需要依赖到电池科技的进步哦。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在磁力的部分，他们也在讨论要怎么去增强它的磁力。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事后再来讲。今天是来讲这个刘海。那 Jon Prosser 对这个消息是怎么回应？他认为郭明錤的消息是非常准确的，那也一定都有非常可信的来源。那可是毕竟是供应链端嘛，准确归准确，目前很多都是测试中的功能还有改变。那在这些产品实际到量产的阶段，时间点上也会有一些差异，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苹果目前在测试跟试验什么。那他说他目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今年或明年会有全萤幕，可是他比较保持怀疑的一个地方是说，如果苹果可以进到全萤幕的 iPhone 情况下，那为什么他要先经过这个打孔的阶段？为什么不就先保留刘海，然后再直接跳到全萤幕？所以关于这一点，它是比较保留的啦。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萤幕从打孔开始，以我们现在看到 Face ID 开孔来说，觉得如果听筒部分可以缩小或是上移，那打孔像我刚刚讲，就缩限到2个到3个嘛。那如果感应器和 IR 镜头可以穿越萤幕的话，那它应该就有可能缩小到1个孔。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如果在萤幕下面的相机、前置镜头的这些技术，基本上还没有非常成熟啦，因为它是在某个部分要关掉某一些画素，然后让镜头可以穿过来，可是这样会明显影响到这个前置镜头的画质。所以我觉得苹果如果要真的把所有的组件藏在萤幕下面的话，它一定要确认这样对前置镜头的拍摄啊，还有 Face ID 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很有趣的是 ，Tim Cook 最近有说，今年的 iPhone 会有一个大改变，那大家都一直在猜这是什么。那是不是就是这边讲到的刘海会消失啊，还是刘海变成打孔？那还是他讲的就是 Touch ID 会回归，只用萤幕下指纹解锁的方式来，在这个疫情的环境下，能有更方便的解锁方式。那因为我现在使用 Apple Watch 来解锁 iPhone 的这个经验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啦。因为当你用你的 Apple Watch 在解锁你的 iPhone 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让你可以进行操作，进到主画面啊，回复讯息，这些基本的都可以使用。可是如果要再进一步，在一些安全性要更高的时候，它又要回归到 Face ID。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妥协是我还蛮能接受的啦，因为安全性基本上也有，那方便性在我们现在需要戴口罩的时代，基本上也顾到了。那我想听看大家怎么想，你们觉得刘海在哪一年还会消失？还有苹果会在萤幕上打孔的几率到底会有多大？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起来讨论这些可能性，或是你们有什么消息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在 IG 或是 Twitter 私讯我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一下。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可是指纹回归，指纹解锁回归的，我们虽然看到 Face ID 打孔，那他还有说到整个刘海，那这个也会有一点事。